在今天视频开始之前呢，想先说一下，视频的最后有一个有奖征集，一定要记得看哦。一直讲究玩法新奇，向来以合家欢为核心的任天堂，碰上了竞技性超强的射击游戏，就这么个魔性组合，居然可以做到拳打命运光环，脚踢 COD 星战。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这几个月以来玩到过最好玩的游戏了。喷射战士3的游戏模式大概可以分为对战、打工和英雄模式。如果你也是和我一样第一次玩斯普拉顿3，那我非常建议你先从英雄模式开始。整个英雄模式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型的关卡教学，它把所有种类的武器啊、副手技能啊，还有终极技能，每一个都单独设计了一个关卡，分散在6个岛屿上面，循序渐进的让玩家了解游戏的行动机制、技能的特色，还可以顺便让新手找到适合自己的武器。斯普拉顿的武器相当直观，就算你没有怎么玩过射击游戏啊，你只要看一眼这个武器的外形，你就能猜得出来它是什么类型的。就比如说这个水枪，它就是射嘛；水桶就是泼嘛；那这个画笔就是刷嘛；滚筒就是滚；雨伞还能挡雨。在英雄模式里面呢，这些武器的优势区间都很好的能体现出来。确实，对于一些经常玩射击游戏或者是游戏上手速度很快的玩家，只要去武器店的靶场试一下武器，就基本上能理解各个武器的优缺点，并且选择出自己喜欢的武器了。但光是在靶场里面试枪啊，这对于一些没有接触过射击游戏的新玩家来说是很难找到自己适合的武器的。就比如说有一关里面有很多敌人都是在高处攻击你的，如果想要接近敌人，就要在敌人的枪线下绕上一大圈。而这关呢，给你配备的武器是泼筒，你就可以在掩体后面利用武器弧线攻击的特性，从低处攻击高处，用最巧妙的设计，直接让你领悟武器的优势。在英雄模式的关卡设计上，任天堂也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有一张迷宫地图里面啊，有一个很显眼的鲑鱼奖励，我绕了好多圈都找不到拿这个奖励的办法，我甚至啊是爬到这个迷宫的墙上都没有头绪。没想到呢，过了这个检查点之后，这个迷宫居然竖过来了。虽然迷宫本体完全没有变，但是它变成了一种全新的解谜方式，尤其是这个立起来的时候，真的是相当震撼。我印象最深的还有这一关，你需要用这个毛笔这样一路去触发它的检查点，因为是现实的关卡，所以我就直接急冲冲的一路刷过去了。我一开始呢，以为这只是让你练习一下怎么走路，怎么去刷这个地板，结果我到了监测点上面一看，哇，这不是小优吗？如果你走路歪歪斜斜的，最后在观测点的时候，队友还会吐槽你。全图里面还有各种隐藏奖励，塞得满满当当的。我玩游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去探索这些小角落，每次发现隐藏的时候就特别高兴。你敢相信，在这里也能塞一个奖励？游玩过程中各式各样的小彩蛋都能看得出来制作组的用心。打完全部关卡之后呢，它会解锁一个隐藏关卡，直接画风突变，完全就不是之前那种轻松的学习关卡了。它就和任天堂的其他游戏一样，突出一个易上手难精通。这么长的一段路，一个检查点都没有，真的是太离谱了。第一关最后一段跳跳乐压力巨大，一次失误之前全部努力全部白费，掉下去一次直接心态爆炸。但是通过这个隐藏关会送一个超级可爱的熊耳朵啊，这个真是太适合我了，我一定要得到它。在奋战了5个小时之后，我终于还是放弃了。在某鱼上面30块钱找了一个代打，一遍过了，笑死，代打居然还是我的粉丝。英雄模式唯一可惜的就是全流程下来大概只有10个小时左右，但英雄模式终究还是一个前菜，4v4徒弟模式才是这个游戏的灵魂。玩斯普拉顿不玩徒弟模式，就像是4大名著不看《红楼梦》，后面太长我忘记了。对战模式对抗性非常强，玩家需要在3分钟内尽可能的多徒弟，倒计时结束之后，徒弟分更高的一方获胜。刚玩对战的前2天真的太可怕了，面对这帮老鱿鱼，我经常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斯普拉顿最核心的乐趣就来自于对战的武器，虽然有同类型的武器，攻击方式基本相同，但是每把武器都会搭配不同的副手武器和大招，这就让这些武器每一把都变得非常有意思了。武器是按照等级解锁购买的，达到等级的时候可以拿一张票来购买，也可以通过花3张券无视等级购买。虽然是按等级，但并不是更高级的武器就更强。就比如说你拥有第1张券的时候，我就非常推荐大家去换一把斯普拉射击枪，简称小绿。等你有了不错的准头，可以试一下.52加仑枪，不错的射速还能2枪死。但是除了这些步枪，我最喜欢的还是各种机智武器，比如碰到就死的滚刷，绕后突脸刷刷的毛米。泼出去泡泡还会反弹前进的泡澡桶，在大佬手里跟风一样的态度。
这些才是这个游戏的精髓。想问大家最喜欢哪把武器呢？PVP 我打不过，那我去打 PVE 轻松一下还不行吗？打工模式简单来说就是4人组队的防守模式，玩家需要使用随机的武器应对3波怪物的进攻，击败巨大鲑鱼，并搬运他们身上掉落的鲑鱼卵。听起来好像还蛮轻松，完全不是，我就像是刚爬出一个坑就摔到另一个天坑。这个打工模式你不能自己选择难度，你每赢一把，打工等级就会提升，打工等级就决定了打工的难度，也就是说降低难度的唯一方法就是打工失败。就像是一个游戏，它就只有排位，没有休闲模式。不过除去这一点，打工模式的怪物设计还是相当有意思的。铁球鱼会远程发射震波导弹，击倒它之后，可以直接把鲑鱼卵放进它的大炮里面，远程传到家里。锅盖鱼呢，你需要去勾引一下它，让它落到地上，然后就可以踩上飞碟去打它了。甚至你还可以利用它来打死其他的鲑鱼。飞天鱼只要把它的着陆区域涂满墨，它就会吧唧砸在地上。最离谱的是这个垃圾桶，需要在它发射导弹的时候把炸弹扔到垃圾桶里。虽然有时候太难了打不过，但是一旦通过高难关卡，成就感也是更强的。呜呼！现在我也是能独当一面的打工仔啦！一回合能运10几个鲑鱼卵，我真的太强了。直到我看到了其他大佬难度 max 的打工，一回合能运80个。那场面也太吓人了，面对5、6个大鲑鱼一起压过来，也能游刃有余。估计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打过了。总的来说呢，斯普拉顿相比其他射击游戏，上手难度还是低很多的。为了让大部分人都能感受到射击游戏的乐趣，大刀阔斧的把整个射击逻辑都重新设计了一遍，没有那么复杂的背包管理，子弹手雷全部统一消耗墨囊，弹药补给也只用潜到墨水里面就行，枪法不行，不能爆头。直接取消爆头设定，打哪儿都一样。武器射程更是眉毛以下截肢，攻击距离最长的狙击枪射程也不过靶场5格的距离，再也不用怕像是 Apex 里被800里开外的资本乱滋了。要是实在打不来枪的话，你还可以用近战，一头车来喽。要是连近战都还嫌太难的话，没关系，这里不像守望先锋那样要打伤害才能充能大招，全部通过土地来充能。选把短弓在家里面做卫生，然后只用短弓的终极技能多重导弹来支援队友。也是因为射程太短，喷3也不会出现你连敌人都还没有看到在哪就被打死的情况，而且一局游戏也就3分钟，在保留很高竞技性的同时，挫败感也大大降低，对于平时不敢打射击游戏的玩家非常友好。除此之外，为了解决手柄的瞄准问题，任天堂采用了陀螺仪和手柄相互辅助来完成瞄准动作，手柄负责移动和非接地式的视角转动，而遭遇敌人时精细的瞄准就交给陀螺仪来完成。这里我可以教你们一些小技巧。斯普拉顿不像是其他的体感游戏，需要身体有大幅度的动作，游戏里面瞄准更像是在转方向盘。你可以把手柄想象成墨鱼娘的腰，你就是在用手抱住墨鱼娘的腰来瞄准。坐着玩的时候，可以把肩膀放松，把手肘支撑在两胯上，不推荐身体前倾，把手肘抵在大腿上玩哦，那样子玩久了腰会很酸的。稍加练习之后，就不会出现看着敌人在眼前活蹦乱跳，却死活瞄不准的问题。哇，好厚的血！努力练习，争当满腿阵最游行的仔。还有我最喜欢喷3的原因之一，就是喷3超棒的 BGM， 快节奏的音乐听得就热血沸腾。我已经准备好去战场上大闹一番了，今天也要把世界屠得满满当当。英雄模式的 BGM 简直不要太洗脑了。对战模式里最后1分钟 ，BGM 会响起经典的 Now or Never， 像是在和你说赶紧抓紧时间，这局的胜负就看你最后一波了。斯普拉顿还会举办祭典，每次祭典的时候呢，玩家需要选择一个支持的阵营，在祭典期间还会有特殊的祭典音乐。为此，我还专门在小镇广场里面闲逛了2圈，欣赏舞台上莎莎的舞蹈，她真的好可爱啊！永远的工具派。而且祭典投票也不是投完就结束了，玩家们的选择还会影响到之后的剧情。听说现在满腿阵的地图风格就是2代里面最后一次祭典里玩家投票的结果，是不是超级酷呢？我之前还很好奇啊，为什么前代不出中文，不就是简单翻译一下吗？任天堂还真不是普通翻译这么简单，其实很多内容它都做了许多的本地化，比如说在游戏内能找到很多超游行啊之类的谐音梗。
除了在游戏内的这些，任天堂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鱿鱼圈，这是任天堂自家 App 上喷射战士的板块，这简直就是上课无聊、上班摸鱼最佳搭档。首先是这个鱿鱼须商城，这里有不少的限定时装给你挑，每隔4个小时呢就会刷新新的装备。斯普拉顿除了创造多种不同风格的服装，甚至每件衣服还能有对应的品牌。这个品牌除了能让玩家暖暖之外，还有实战价值。你可以在鱿鱼须商城里面找到对应品牌倾向的装备能力，比如说我想要行动强化，那散寿司这个牌子就比较适合我。找到合适的服装就可以在 App 里面直接预定，然后在广场刺冠那里就可以买到啦。个性装扮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你可以在这边搭配配装，比如说这里可以选武器、头饰、衣服和鞋子，选好它之后，它就会统计你的技能，还有就是这个武器统计，这个看起来超级有成就感的。你平时喜欢用啥武器，使用的占比等等等等都会在这里显示。要是你排位偏科的话，这里还可以查询到未来1天内排位模式轮换的时间。就像我不太擅长玩蛤蜊模式，我就可以先在 App 上查看，错开游戏的时间。总的来说呢，斯普拉顿3还是一款非常优秀的射击游戏，延续了最早喷射战士的创意，一路制作到第3代。喷射战士3也算是一个集大成之作了，在这个世代可能很难找到如此有创意的射击游戏，小伙伴们有机会一定要体验一下。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咱们后会有期。好了，这里我来说一下开头那个有奖征集啊，我先说下流程，再来讲讲看这是怎么一回事儿。简单来说呢，就是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关于我是在什么艰苦环境下打游戏的照片，再加上文字描述，发送到这个邮箱。奖品呢，这2天我还在准备着，先留个悬念。晚点我也会发一个动态，详细讲一下规则和奖品。首先说一下，无意冒犯任何人，希望大家都是以一个调侃的心态来分享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这2天我在翻之前的老照片嘛，看我当年都是在拿什么设备玩游戏啊。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呢，只有一台很破的电脑，做的是一整块的木板，边缘甚至还会割手，宽度连40厘米都没有，音箱就是服役了10几年的一个音箱。我去学校的时候呢，也只有一台 Surface， 本身也就只能玩一下什么 Mini Metro 这样子的游戏，但是因为大学宿舍没有电脑，就只能用这个来打守望，30帧啊，再加上一个蓝牙鼠标，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玩得下来的。我之前还去我朋友家，他拿着0几年的电脑跟我玩了1个多月10几帧的 Apex， 后来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送了他一张闲鱼200块钱的650，他那个帧数啊，史诗级提升。我甚至还在网上看过有小伙伴用安卓手机云游戏玩 Apex 的，那他要是回头想想，一定觉得自己太强了，这也能玩。可能你现在或者是之前也经历过这样子的阶段，就想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现在或者是之前是在什么样艰苦的环境下玩游戏的，看看有没有比前面那些还有离谱的环境。你可以配上图，配上文字说明。之后我应该也会单独做一期视频，看看都有哪些神仙级玩家。